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有惊喜给你。你还有惊喜给我？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眼睛闭上，我带你去。裴衍将他打横抱起，足尖轻点。沈乔只觉得身子腾空，仿佛飞了起来，耳边的风呼呼刮着。沈乔紧紧抱住裴衍的脖子，靠近他胸膛的位置，听着强有力的心跳声，竟难得的心安。娘子，可以睁开眼了。沈乔带着疑惑缓缓睁开眸子，下一刻他直接震惊到石化，这映入他眼帘的宛如绝美的人间仙境。沈乔总觉得在手机上见过，好像20世纪的九寨沟。这是你的空间吗？什么空间啊？裴衍一直西北京城来回穿梭，哪有时间搞这么多诗情画意的场面？他再次扭头问：这是你的灵泉空间吗？逃荒时我一直主张来蜀地，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如此美景。刚到蜀地，他就和鬼医谷的人联系上，并派人将此处收拾妥当。昨日魑魅魍魉汇报，人间仙境已收拾妥当，可带王妃前往一观。一切尘埃落定，我带着你在此处养老。我每日带你站在山巅，俯瞰整个仙境，感受湛蓝的天空、如沐的暖风、变化无穷的景致。沈乔听得耳朵轰鸣，幸福溢满了整个胸膛。相公，我觉得你才是来自9天之上的战神，这样的人间仙境都得被你找到。裴衍魅惑一笑，将沈乔打横抱起，来到了一处温泉处。我们可以在此共浴。在这儿，我才不要。没有别人，那我也不要。沈乔迈着小碎步往前方小木屋跑去，裴衍心情出奇的好，直接几个大步走到沈乔前面，将人拦腰抱起。我不要在野外泡温泉而已，你想什么呢？沈乔脱掉外衣，只留一件抹胸长裙，缓缓踏进温泉池中。裴衍被眼前的美景刺激的全身血液沸腾。娘子，别在这里啊！裴衍将人抱起，迈开长腿出来。木屋内豪华大床柔软暖和，房檐上有风铃被风吹动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。裴衍，我怀疑你早有预谋。娘子，生日快乐。沈乔道：今日也是你的生日，咱俩同乐。好啊，咱俩同乐。在沈乔还未反应过来，男人已经欺身而上。木屋的风铃发出悦耳的吟嗷，叮铃叮铃，撩人心魄。李双双如同死狗一般被拖到了宋府，宋清宇闭上了眼，任由黑二带领侍卫搜查宋府。他不知道到底是景王容不下他，还是李双双蠢，但李双双确实是将他拉入深渊的导火线。为了保全自己，他不得不舍弃表妹。当着黑二的面，他义愤填膺指责李双双，并抽刀捅向他的心窝。李双双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：表哥，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哪怕一点点。我只是把你当表妹，可你却要拉我下地狱。这句话让李双双真正的死不瞑目。锦城驿馆，天色渐深，夏侯渊独坐窗前，黯然伤神。周瑾色忍不住冷嗤出声：你自己几斤几两没点数吗？刚见面就想杀了人家，你能活到现在已经是沈乔仁慈了，还指望人家对你笑？呸！过来服侍本王更衣。今日过后，他才知道，在沈乔心中，他连个普通的小喽啰也算不上。人家的夫君那样美好，哪里看得上他这个手无实权的皇子？既然没有任何可能，他便不抱任何希望。此来景国，只谈合作。你谁呀你？还让我服侍你？真当我是你前世的小妾，是你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？夏侯渊，哼，一个男人而已，等我有了钱，想要多少没有？周瑾色，你没听到本王讲话吗？周瑾色眼皮都没掀一下，继续假寐。瞧把他能耐的，竟然敢对他发号施令了。你是本王的王妃，快起来服侍本王。冤王殿下，再上前一步，妾身手里的小东西可要不听话了。你们都想杀我？门？这个门难道包括沈乔？两人见面也是拔刀相向吗？是又如何？别忘了咱俩的约法3章。虽然我是你名义上的王妃，但没有伺候你的义务，否则便是违背了约定。往这儿打！周瑾色掌心一紧，下意识的想逃，可忽然手腕发麻，火冲应声落地，人竟然被他拽进了怀里。夏侯渊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，放开！夏侯渊将他翻了个面儿，死死禁锢在床上不能动弹。唰的一声，颈脖破碎，后背清凉。夏侯渊，你敢！王妃，春宵苦短，省点力气吧，待会儿就知道我敢不敢了。翌日生辰宴，
依旧在景王府的望乡园举行。孙女儿和孙女婿特不靠谱，昨日回来后如一滩烂泥般倒头就睡，到现在了还没起床。王府也没个主持的人，无奈之下，王氏只好亲自上阵。快喊他们，还不起来像什么话呀？要累死老人家呀！快去催催。崔嬷嬷应了一声，小跑而去。两人在崔嬷嬷的带领下来到望乡园，众贵女眼前一亮，纷纷起身行礼，参见景王妃，参见景王。众卿不必多礼。北仓冤王结冤王妃前来祝寿。沈乔蓦地瞪大了眼睛，北仓夏侯渊也来，他竟然娶王妃了？谁呀谁呀？只见夏侯渊精神抖擞地牵着周瑾色的手，一步步朝高台上的人走来。裴安早就知道夏侯渊来了，所以他并无诧异之色。恭贺景王生辰，王妃别来无恙。夏侯渊怎么来了？好啊他，伤了王氏还没找他算账呢，竟然送上门来了，还别来无恙。别来无恙你个头啊！反观之周瑾色，他怎么成了夏侯渊的王妃了？夏侯渊先上受礼后，在周瑾色旁边施施然落座。昨日这个女人百般不肯，最后还不是在他身下化为一滩春水，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。你这副表情，大家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把你给怎么了。周瑾色闻言，立马强打起精神，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小女榴莲见过景王。快睁眼，有美女要表演给你看。这女子上前只道见过景王，却唯独不对他施礼，可见人家满心满眼只有裴衍。裴衍睁眸蹙了蹙眉，一言不发。刘莲儿有些尴尬，半蹲着身子，起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裴衍不爱看，他爱看啊。刘莲儿一喜，随着丝竹声足尖一点，榴莲越转越快，越转越快，转着转着，一脸媚笑着倒向裴衍。扑通一声，榴莲扑了个空。哪里来的武技，竟然往本王身上扑？这位是工部刘大人的女儿榴莲，就是你爱吃的那个比屎还臭的玩意儿。人家叫榴莲，你可以声音再大些，不然别人以为我爱吃屎呢。整个会场瞬间鸦雀无声，榴莲脸色又红又白，趴在地上也不起来。你舞跳得甚好，景王一个糙老爷们儿不懂得欣赏，刘小姐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来来来，赏赏赏。赵鱼儿得令，顺势将地上的榴莲搀扶起来，并关心道：虽说入了春，但天气仍冷得厉害，刘小姐身子孱弱，不要穿那么少为好。瞧瞧这纱薄的，跟没穿有啥区别呀？臣女不是舞姬，是工部刘大人的女儿，王爷误会了。肯定是王妃嫉妒我的美貌，在王爷的面前乱嚼舌根子，竟然装作一副为我好的模样。这个杜甫，刘大人的女儿怎么这样啊？跳舞就跳舞，跳着跳着就往景王的怀里钻，这不是赤裸裸的勾引吗？就是啊，刚开始还觉得惊艳，谁知道大庭广众之下学那勾栏瓦舍的下作手段。依我看呐，他定是那下作的瓦舍舞姬冒充刘大人的女儿勾引。呸，太不要脸了！你瞧他穿的，里面的赤色鸳鸯肚兜都露出来了。嘘，小声点，小声点。王爷恕罪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武姬，竟然冒充下官女儿，污了王爷的眼睛，请王爷恕罪。裴衍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一切，默不作声。爹，本大人见你可怜，才收你为义女，谁曾想你心比天高，竟然混进王府的生辰宴献媚，还不滚下去！裴衍仍然好整以暇地看着这一切，把玩着手中的酒杯。我倒要看沈乔如何处置，别人往我身上扑，这女人就不知错，竟然还装大度，看看能装到几时。景王，人家主动献媚，你好歹怜香惜玉，主动收了人家，不过是个妾而已，养在府里就是了。既然冤王怜香惜玉，不如将她送给你，如何？君子不夺人之美，人家爱慕的是景王，送给本王算怎么回事？可我家夫君不喜欢主动的女子，哪怕纳妾也要贤良淑德。如此狐媚的女子，冤王竟替她说话，可见是个怜香惜玉之人。你远道而来，景国也没有什么回礼送你，不如将她送给你做妾吧。刘大人，你意下如何？王妃的主意甚好。夏侯渊努力压制住自己的怒意，扬了扬唇，刚要开口，周瑾色却突然站起。景王妃思虑周全，本王妃就替王爷收下这个舞姬了。你一个个要气死我吗？裴衍不要的女人给我，真当我是捡垃圾的？有本事把沈乔扔给我呀！景王都不要的下三滥，本王也不要。此女魅惑风骚，定是南越派来祸国殃民的奸细。景王可要好好的查查她背后的人。王爷恕罪，臣真不知她是如何混进生辰宴的呀！裴衍扬了扬手，立刻有侍卫冲进来，将刘大人妇女拉了下去。景王妃，小王不胜酒力，先行告退了。好生安置冤王殿下，不可怠慢。那个女人竟然一夜未归。殿下，要不卑职再去陆府问问？不要管她。看殿下这模样，明明很在意，手掌心都拍红了呢，仍然嘴硬不让我管。唉，年少不知姑娘好，错把少妇当成宝。
殿下，我这就去把他找。不许去！好纠结，一辈子都没这么纠结过。那个死女人竟然给我纳妾，还朝别的男人笑，头糊涂的好，仪表堂堂。呸！连我的脚趾头都比不上。殿下，这里毕竟是锦国，你曾经攻打过的，万一他遇到危险了呢？对，先前他率兵攻打锦城，锦城的人恨他恨得要死，刚出门就看到自家殿下停了下来。你还知道回来？干什么一副吃人的样子呀？我可没得罪你。你还敢说？昨日去了哪里？你刚到锦城就招惹是非，先是夜探景王府，又在生辰宴上挑衅景王和景王妃，你忘了自己干嘛来的了？若不是我，你早就死了800回了。自己心里没点逼数，无论是打点关系还是结交赔罪，全是我替你完成的，你还敢兴师问罪了？夏侯渊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心情，只知道他有点开心。夏侯渊赶紧冲了过去，上挑的桃花眼全是温柔。你被鬼附身了，你羊癫疯犯了。这个女人气死人不偿命啊！为何将那个榴莲推给本王？多个女人伺候你不好吗？瞅你800辈子跟没见过女人似的，多个女人帮我分担，我也轻松些。你不吃醋？不知为何夏侯渊突然问出这句话，刚出口就后悔了。我为何要吃醋？咱俩组合在一起本就被北仓耻笑，况且已经约法3章，3年后和离。霸道滚烫的吻瞬间席卷了整个口腔，周景色不停地挣扎捶打，暗煞急急忙忙跑来，看到这幕后，吓得他赶紧捂眼一抹油，谁知刚出门就跟迎面而来的沈乔撞上。赵玉儿眼疾手快，率先挡在沈乔前面，两人相撞，在惯例的冲击下，赵玉儿倒退10几步，将要跌倒时，黑儿从天而降，接住将要倒地的赵玉儿，在空中旋转了2个圈，稳稳落地。你家王妃在吗？在里面，别进去啊！他家王爷和王妃正在扭糖丝儿，景王妃这时候冲进去，他可以想象他家王爷被打扰后的怒火有多旺盛。不行，他必须要阻止。暗煞砰的撞开了门，急忙喊道：“王爷，不可，可以，你们继续。完了，屋里稳得难分难舍的王爷王妃忽然被打扰了兴致，王爷会不会掐死我呀？那景王妃不是进来了吗？这人呢？”不远处的凉亭内，沈乔正百无聊赖地数手指。看来小鱼儿和黑儿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黑儿这招英雄救美从天而降，不知是否能够虏获小鱼儿的芳心啊？瞅瞅小鱼儿目不转睛的样子，他怕是要准备嫁妆了。景王妃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沈乔望着不远处满脸阴郁走来的夏侯渊，有些不解，问暗煞：“我不在这儿等着，难不成直闯人家的卧室？多不礼貌呀！”暗煞无语，感情就他一个人蠢，冒冒失失的，有失礼数，罚30鞭。是，终究是没逃过，还好只有30鞭，有命在。景王妃一早过来，所谓何事？周景色呢？我找他。找他何事？当然是谈合作，你不肯跟我合作，所以我要找他。为何要摔了本王的镇魂镜？哼，我没要你的命，你应该感恩戴德，竟敢跑到景国质问本王妃为何摔了你的镇魂镜。你说这次我会不会射穿你的心脏？夏侯渊垂眸盯着他手中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，虽有些迷糊，却不敢轻举妄动。枪下留人！王妃，小姐，千万别走火呀！夏侯渊不明所以，他不明白为何周景色会吓成这样。沈乔手中的小玩意儿挺好看，金灿灿的小巧玲珑，有那么可怕吗？夏侯渊，殿下妾身求你了，举起手来，快举起手来呀！周景色快急哭了，心中1万个草泥马奔腾而过，他真的想骂夏侯渊。你想死回到北仓再死，别赖我垫背呀！沈乔冷冷勾唇，举起手中的左轮，朝一旁放了一枪，一声巨响响彻天际，震耳欲聋，仿佛整个大地都在颤抖。神兵之气。姐，大姐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就是个没脑子的，小心走火。开个玩笑，莫怕，过来坐，谈谈合作的事。对面的2人排坐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非常乖巧。蜀地土壤肥沃，种植出来的土豆可亩产万斤，颗颗沙面，不仅饱腹感强，还能做各种美食。而北仓的土壤却种不出来，不如咱以物换物，以土豆换北仓的大米，如何？妾身觉得景王妃说的有理。火锅铺子的事儿，想必冤王殿下早已探查清楚。只有2国互通贸易，才能共同发展。若一味的闭关锁国，只会全方面落后于别的国家。景王妃，那个面膜还有芦荟胶。面膜、芦荟胶，据说是一种能让女子肌肤光滑细嫩的护肤品，妾身曾有幸听景王妃提过。沈乔挑挑眉，看向周景色的目光意味深长，不愧是重生女，将化妆品的先机掌握得透彻。一句话，没有共同的敌人，只有共同的利益，合作才能共赢。身上掉馅饼的事不同意，真想找死。夏侯渊不想说话，虽然此次来景国就是奉命合作的，但被女人这样威胁，他有些辣面子。天色不早了，告辞了。本萧不想再浪费时间，他搞不懂这2人，既然想合作，就不要拿巧，错过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。等下，合作当然要合作呀！北仓神女奉陛下之命与景国合作。一句话直接将夏侯渊的功劳摘了出去。他猛然坐起，五指收紧。周景色，你是本王的王妃，不在
再是神女，要合作也是北苍冤王与景国合作。这个女人想单飞，门儿都没有。既然二位如此有诚意，那本王妃就与二位合作。1刻钟后，沈乔丢下2纸合约书，扬长而去。夏侯渊傻愣愣地看着2份合约，气得双目通红。他的话不能全信，你若是跟我合理，根本不可能成为天下女首富。沈乔也不会为你行方便的，他唬你的。沈乔竟然当着他的面私下同周锦瑟签了份合约。沈乔竟然诱惑周锦瑟说，若他来北苍，会以最高地位优待他，不出3年，保证会成为天下女首富。夏侯渊自然不知道2人，一个穿越，一个重生，一个掌握先天技术，一个掌握先知能力。他只知道沈乔这么做就是在忽悠周锦瑟跟他和离。裴衍接到消息，姬静远有些不听话，竟然联合群臣公然反抗张玉。京城的贵妇们组团嘲笑张铁兰，张玉请求支援，恰巧沈乔谈成合作，他想跟着裴衍去京城。王氏去了南山寺，至今未归。京城到底是他的家乡，不知他是否愿意回去看一看。王妃来了，老身有失远迎，请王妃见谅。霍奶奶不必多礼，你们聊得很开心，我便不忍心打扰。无事不登3宝殿，直接说吧。自小养大的孙女，一撅屁股拉傻屎，他都知道。沈乔干巴巴笑。奶奶，我和裴衍要去京城，没他压着，西南越地有点不大安分。奶奶要不要同我们一起去啊？我年纪大了，身子骨啊，经不起折腾。你们早点结束，早点回来，老人家经不起寂寞。奶奶不想看看王家大宅吗？不了，那是个令人伤心的地方。2个小家伙，你可要看好了，孩子皮实得很，一眨眼的功夫就会闯祸，闯祸倒也罢了，若是被黑心肝的暗算，一辈子肠子悔青啊。奶奶，那我将2个小家伙放在王府，您回去帮忙看看。带走带走，我就不该多嘴问那么一句。老人家一把骨头了，还得帮孙女带孩子，他就不能享受享受？7岁8岁狗都嫌。裴玄裴珠这个年纪，疯起来他的腿脚都追不上。不过也别在京城住太久，离开2个小家伙时间长了，我还怪想的。奶奶放心，孙女和2个小家伙会很快回来的。告完别，头也不回，踏步而去，身后却传来王氏的叹息声：“妞儿，多带些人手，此去危险重重，一定要保护好孩子们。”裴衍和沈乔要去京城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夏侯渊蹙了蹙眉，不停地在驿站来回踱步。刚谈了合作就走，这是几个意思？合作都谈好了，肯定要忙自己的正事儿，难不成留下来陪你切磋武艺？关键是你能打得过人家吗？不是要土豆换大米吗？土豆没有给本王，怎么换？陆府是摆设吗？周锦瑟将瓜子丢下后直接出去。他为什么去陆府拜访，还不是因为以后的交接工作全部由陆慎行和他的夫人接手？这些事儿沈乔早就料到的，不然以裴衍的谨慎，怎么可能离开锦城来蜀地过生辰？裴衍见沈乔回来，一副闷闷不乐的模样，还以为遇到了什么难事儿，将他揽进怀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奶奶不愿意去京城，我也……啊，你不去京城了？瞎想什么呢？说好了要陪你去京城并肩作战的，就算丢下2个孩子，我也要陪你去的。既然陪我并肩作战，2个孩子就留在这儿吧，正好陪着奶奶。沈乔双眸一亮，觉得裴衍说的有道理，完全忘了正在搬行李的小家伙们，忙不迭的点头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奶奶嘴上说着2个小家伙吵，其实内心舍不得，就让他俩留下来陪奶奶吧。高高兴兴扛着自己小包袱的裴玄裴珠无语，沈乔无语。完了，忘了2个小家伙正兴奋的搬东西呢。娘说好的带我们去京城，不可能说话不算数，骗人的是小狗。人言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裴玄也瘪了瘪嘴，同样委屈，但不知想到了什么，忽然态度转变，面色变得认真而严肃。儿子方才僭越了，请母亲责罚。卢大人说了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可忤逆，无论母亲怎样安排，做儿女的都要听。这突如其来的转变，听话的令人诧异。沈乔一时愣住了。小轩，你娘开个玩笑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孩子的童真逐渐被礼法取代，看似谨言慎行，实则字字句句在逼迫母亲，让他娘内疚，不得不带他去京城。这孩子跟着陆慎行都学了些什么？裴玄身子僵了一下，低垂下的脑袋勾了勾唇，娘在开玩笑呀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娘，儿子错了。吾儿说的有理，人言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，是娘的错。不过呢，小轩在爹娘跟前不必一板一眼，即便你长大了，同样如此。爹娘永远是你们的避风港，想说什么直言便是。此去京城有军队开道，十分顺利。不足1月，他们便到了京郊，便遇到了埋伏。高举黄金色双管火铳，一瞄一个准，一瞄一个准，丝毫没费什么力气。被捉拿前来挑衅的人，全部目露惊恐，犹如见到鬼魅一般，跪倒在地上磕头求饶。求饶的口音嘛，听着不像京城的人，甚至不像南越的人，叽里呱啦一句也听不懂。裴衍与沈乔对视了一眼，心有灵犀，他
塔达的人混进来了。姬靖远倒也聪明，知道借刀杀人。这时有一个稍瘦一些的男子站出来，用生硬的南越话道：我们是达达的商人，前些日子被一支军队抢了货物，并杀死了头领。我们眼拙认错了人，还望贵人放我们一条生路。爹娘，他们不诚实，杀了吧。既然不说实话，那就没有留着活口耽误时间了。他的爹娘不容易，为了家国百姓，甚至连个团圆年也没过。他必须要学会长大，为爹娘分忧。沈乔不可思议地看向儿子，简直不敢相信小璇能简简单单将杀挂在嘴边。裴衍则满脸欣慰，看向儿子的目光透着满意。听小轩的，杀！就在这时，翻译那人忽然双目锁定，手中暗器飞来，不似刚才的惊惧，反而置生死于身外，冲向马车。还说是商户，明明是冲咱们来的。身手不似普通商户，倒像是死士。看来达达王跟姬靖远合作了。声音刚落，噗的一声，那人倒地抽搐，口吐白沫，双目直翻，脖子一歪，直接咽气。而投掷来的暗器早已被士兵的火铳打落。你给他用了毒？竟然神不知鬼不觉的，连袖子都没扬一下，何时用了毒？裴衍笑笑不说话，他早就猜出姬靖远不安分，在他们挑衅的时候，士兵早已将他研制好的毒药撒下，所以说就算不动用双管火铳，他们也活不到1刻钟。爹，你的毒药好厉害，能否传授给小猪2招？此药太毒，你年纪小不好把握，还是将人体的穴道掌握准确再说。小轩，后面还应怎么处理？沈乔也好奇儿子怎么回答，索性懒洋洋地将头靠在裴衍肩头，好整以暇地望着他。他们想伤害爹娘，伤害我和妹妹，自然不能心软。爷儿子之间，这些达达人不知死活的挑衅，应当割掉头颅，送给达达王以儆效尤。听小轩的。他们的身份地位已经非同一般，孩子的成长道路上，血腥杀戮必不可少。我儿长大了，知道护着家人了。你们记住啊，对待敌人一定不能心慈手软。我也赞同小轩的做法。裴珠眼神躲闪，他有些害怕，割破头颅啊，无法想象是多么血腥的画面。他这辈子只想躲在父母的羽翼下成大，仿佛看出妹妹的心思。裴玄勾勾唇，妹妹，你只需要做个被娇宠的小郡主即可，所有的障碍哥哥都会为你扫清，没有任何人会欺负你，你也不必有心理负担。小姑娘家心软些正常，这不快要见到张玉了，到时我请她亲自教导2个小家伙，再请上宫中有名气的嬷嬷，假以时日，我的女儿自不是心慈手软的弱小之辈。金銮殿上早已等得急不可耐的姬靖远，终于等来了打听消息的进士。陛下，不好了！陛下，摄政王安然无恙地进了京，那些扮作商户的达达死士被割了头颅送往达达，俘虏们直接被摄政王的军队押进京了，是生是死全部交给百姓做主。还有什么？说！百姓们高呼摄政王万岁，外面全是赞美摄政王的。陛下，他竟然大大方方地接受了百姓们的赞扬，只怕……姬靖远扑通一声跌坐在龙椅之上，四肢瘫软无力，一脸绝望。他哪能不绝望？临走之前，裴衍言辞警告过他，若他老老实实做个傀儡皇帝，他不介意保留他的皇帝宝座；若他敢动什么歪心思，就送他和父皇南越帝作伴。陛下，事已至此，奴才建议陛下倾到摄政王府赔罪，并将这一切推倒在达达人的头上，摘亲自己才是主要之事。您若亲临摄政王府，正好让天下百姓看到您的诚意，也借此机会让天下人看看，一介皇帝既然要受制于臣子，此乃天理不容啊！言之有理，朕就去。眼下摄政王突然归来，陛下被打击得食不下咽，竟然跪在王府跟前祈求，毫无一国之君的尊严，如此奇耻大辱，皇后自然无法咽下。既然他的手无法伸到前朝，那就在后宫解决。听说摄政王妃也跟随来到了京城，她还是出身乡野的粗鄙女子，不如给她个教训。翌日清晨，沈乔慵懒地伸伸懒腰，准备去找张铁兰，刚要出门，容嬷嬷来报宫里来人了，邀请王妃进宫。告诉她本王妃没空，今日跟张铁兰约好了，她可不想出尔反尔，而且直觉告诉她，此次进宫赴的是鸿门宴。这王妃是太后娘娘身边的云桃姑姑，她亲自来接，让她等会儿。她昨日刚到京城，今日就被太后身边的长侍姑姑来请，联想到昨日新帝跪在摄政王府门前的事，不难猜出太后邀请她进宫，便是想拿这个出身乡野的摄政王妃出口恶气。既然他们要玩，那就陪他们玩玩吧。秋菊，你去张府告诉张夫人，今日本王妃要进宫，改日再去。马车行驶的有些急，刚到皇宫门口，沈乔就忍不住趴在墙角吐了起来。摄政王妃，你没事吧？果然是粗鄙不堪的乡下女子，毫无摄政王妃的气度，就连马车都能晕土。摄政王妃，您好了没呀？太后和皇后娘娘还在等着你呢。催什么催？没看到摄政王妃难受吗？你一个奴才竟然敢给王妃难堪！走吧。
云桃带着沈乔一行人七拐八拐走了许久，也不到太后的慈宁宫。容嬷嬷毕竟在皇宫待过，立马猜出她的意图。云桃姑姑，这不是去慈宁宫的路，你不是说太后等得急了，为何要带着王妃绕道而行？这是太后娘娘的命令。摄政王妃身强体壮，区区一点路应当不受影响吧？毕竟王妃出身乡野，平日里赶路都是步行，就连马车。沈乔一巴掌扇在她的脸上，这次她是真的忍不住了。一个小小婢女竟敢踩在她的头上撒野，字字句句嘲讽。区区一个奴才，竟然满嘴谎言，口口声声说太后等急了，如今又带本王妃绕路，故意让太后久等，实则挑拨本王妃和太后的关系。你敢打我？在本王妃面前自称我，毫无尊卑可言。夏荷，替本王妃教训教训他。夏荷没有丝毫犹豫，冲了过去，一脚踹在云桃的腿上。身为宫里的姑姑，宫规礼仪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，竟然对摄政王妃自称我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太后吗？夏荷打完看向沈乔，她慵懒地扬了扬下巴，示意继续打。夏荷又扇了云桃几个巴掌，有摄政王妃撑腰，她越扇越过瘾。云桃这次是真的怕了，这个摄政王妃竟然不讲武德，在皇宫内院竟然对她拳打脚踢，丝毫不顾及太后的颜面。是谁在背后编排太后？来人，拿下！玳瑁姑姑的一声拿下，立马冲过来几个小太监。此时他们被团团围住，顿时显得有些孤立无援。放肆！摄政王府的人谁敢动？几人确实不敢乱来，毕竟摄政王只手遮天，就连陛下也得仰着他的鼻息生存。这里是皇宫，犯了错就得受惩罚，管他是谁的人。那请问本王妃的人犯了何错？玳瑁姑姑不曾将沈乔放在眼里，自然没给他什么好脸色。哼，小小贱婢竟敢殴打太后的长室姑姑，口口声声编排太后。至于说了太后什么，他没有听清，反正云桃跪在地上求饶的一幕他看得清清楚楚。摄政王妃仗势欺人。摄政王妃，这里毕竟是皇宫，是太后和皇上的地盘，就算摄政王只手遮天，也轮不到您在这儿撒野。这贱婢口口声声说奉太后旨意邀请本王妃，却鼻孔朝天对本王妃不敬，明面上打着太后急了的幌子，却带着本王妃绕道而行，白白耽误了时间，不知悔改。难道这就是皇宫中的规矩？皇宫的规矩自有皇上和太后说了算，轮不到摄政王妃质问。依你的意思，皇宫中任何一个奴婢都可以欺瞒主子，越俎代庖，发号施令。云桃是太后的奴婢，是赏是罚自然由太后做主。还有，摄政王妃，您身边的奴婢明晃晃打了云桃，就是打了太后的脸，此事要交给太后发落。他就不信，一个乡下爬上来的女人，连太后都不放在眼里。走吧，本王妃倒要看看她要如何发落。此时的沈乔已经在玳瑁的带领下走进了太后的慈宁宫，里面聚集了不少妃嫔以及皇后。玳瑁姑姑刚进门就拉扯着云桃，直挺挺地跪在太后面前哭诉：太后，请为奴婢做主啊！发生了何事？太后微微蹙眉：太后，摄政王妃打人了，您瞧瞧云桃的脸。摄政王妃竟将你一脚踹出10几米远，还吐血了。云桃讲完之后，最先开口的是那位看向沈乔面露鄙夷的中年太妃王家凤。据说她曾是王家的旁支，王家没落后，她爹花钱上下打点，才将女儿送进了宫。沈乔自然不了解这层关系，这位王太妃同样不了解。皇后轻咳一声，扫了她一眼，王太妃立马收起心思，讪笑2声，悄悄打量沈乔，但目光落下时却猛然坐起，脸色微变。姑姑，王太妃很激动，她看到了什么？她竟然在这位摄政王妃身上看到了昔日女罗刹王玉兰的身影。姑姑已经死了多年，王家也早已没落，怎么能在别人身上看到熟悉的影子呢？坐下，成何体统？王太妃按捺住激动的内心，坐回自己的座位上，但还是偷偷地打量着沈乔。太后轻咳出声，皇后立马沉声发难：摄政王妃，你见过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？太后凤眸微微眯起，打量沈乔，却未曾答话，也不曾赐座，而是同一旁的皇后闲聊起来。大胆，见到太后和皇后竟然不行跪礼！贱婢，你在说什么？给本王妃重复一遍。他竟敢在太后和皇后面前，还敢称呼我为贱婢！你大胆贱婢，谁让你对本王妃大呼小叫的？扑通一声，玳瑁一声惨叫，跪在了地上。谁也没看清沈乔到底是怎么出的脚。太后，这贱婢呢不懂规矩，本王妃就替你教训了，省得别人说太后欺压摄政王的家眷，万一传到前朝，让皇帝难做啊！一句传到前朝，皇帝难做，竟堵得太后闭了嘴。她的儿子能够登上皇位，仰仗的全是摄政王。摄政王妃，你敢威胁？这便是皇后娘娘吧？太后都没说什么，你却要站出来强出头，莫非你想挑拨太后与摄政王府的关系？身为长辈的太后都闭口不言，甚至选择压下怒火，而这位年轻气盛的皇后却非要挑起战争。皇后，
本王妃与摄政王殚精竭虑，为南越出生入死。南越陛下英明感念，更是亲自下旨，摄政王与摄政王妃建军不败。而这些贱婢却违抗陛下圣旨，上本王妃常满座嫔妃下跪，公然违抗圣旨，挑拨摄政王与陛下的君臣关系。本王妃教训他们，你有何异议？太后高高坐在上首，一言不发，因为无法反驳。嫔妾虞美人见过摄政王妃，陛下曾对嫔妾说过，摄政王和摄政王妃心系天下百姓，为百姓出生入死，理应尊敬后代。太后娘娘，您看摄政王妃还站着呢，要不赐座？多谢虞美人了。不过皇后屡屡藐视陛下旨意，呵斥本王妃下跪，这让本王妃心里很不爽，就不必赐座了。我还要到前朝问问陛下，他的圣旨难道是空话？你放肆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竟敢让本宫道歉！不能拿摄政王妃怎么样，小小的虞美人还是可以撒气的。皇后跟摄政王妃道歉。皇后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眸子，让她道歉。但太后的目光，摄政王妃，本宫错了。沈乔微微勾唇，看向上首的太后，目光似笑非笑。太后额角的青筋却突突直跳，她不会也让她道歉吧？皇后的道歉不偿心，要不太后娘娘代劳吧？太后心一横，朝皇后冷声呵斥：大胆！哀家的话也不听了。若你想去冷宫，哀家不介意跟皇帝商量商量。今时今日，我这个皇后的尊严被按在地上摩擦，摄政王妃，本宫跟你势不两立。皇后满眼怒火，但还是规规矩矩的道了歉。说完，便以身体不适为由，仓皇而逃。太后抬眸看了王太妃一眼，眼神示意。太后的意思很明显，就是让她开口。若想在后宫生存下去，还要仰仗太后的鼻息。摄政王妃，听说蜀地的荒地被您发明的农具开垦了，且种植了能充饥的土豆，不知王妃跟谁学的种地呀？太后满意的勾了勾唇，任你嚣张跋扈又如何？这满座的妃嫔哪个出身不比你高贵？她倒要看看摄政王妃该如何回答。一个种地出身的王妃，敢在她面前撒野，今日便将你最不堪的过去扒下来，当众展示。先王解决不了饥荒，本王妃解决了。王者以人民为天，而民人以食为天。本王妃开垦种地乃是上天所教，是上天让本王妃得民心。太后气得五指抓紧。西北爆发大饥荒时，先帝是如何驱赶万千灾民，从而爆发了鼠疫战乱。若非本王妃，你们还能安然无恙坐在大殿上谈笑风生？摄政王妃说的有理。天色也不早了，太后若没什么事儿，本王妃先回了。说完，她大摇大摆出了宫门。沈乔早已睡下，裴衍为她捏了捏背角，目光温柔地看了良久，才悄悄掩上门出去了。夜色清绝，踏着如水的月色上了哨楼。裴衍长身而立，突然4个身穿黑色夜行衣的骷髅面具脸从天而降，他们便是来自鬼医谷的魑魅魍魉。主子有何吩咐？丞相府那边如何？有些不大安分，继续监视，若有异动，即刻铲除，不留活口。是。新帝那边继续监视，让虞美人吹点枕头风。丞相的位置该换人了。是，主子。姬靖远禅位是迟早的事儿，等解决了这些顽固的老臣，他会迫不及待地坐上那个位置。可这样一来，他整日操心正事儿，陪自家娘子的时间就少了。还有孩子，他根本没有时间教导孩子。小璇，裴衍突然灵光一闪，一个主意在脑袋生根发芽，踏着一地清冷夜色回了房。沈乔听到动静，睁开一只眼睛。娘子，既然你醒了，就怪不得为夫了。你大半夜回来干嘛？沈乔只能任由他折腾，但这男人像是许久未开荤似的，不知眼足。他被折腾得不断求饶，睡意全无。既然睡不了了，那就来吧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善听，爹，今早您的心情不错呀，精神抖擞，神清气爽的。快点吃吧，待会儿跟爹爹去军营，还要去皇宫勤政殿。从今往后，你要为爹爹分忧，学习如何处理政事。裴玄手中的筷子吧嗒掉落在地上。什么鬼？我才7岁就要跟着爹爹处理政事？小轩，你不是经常念叨着为爹娘分忧吗？你表现的时候到了，要打起精神来。还是说小轩只是嘴上说出来？被这么一击，裴玄立马站起身，拍了拍胸脯。当然不是了，陆大人说过，子长成但为父母事忧，儿子愿意。裴珠垂着头，小口小口的喝粥，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小珠，明日跟着容嬷嬷管理王府，若你娘有需求，你还要帮助她。除此之外，你的医术、功课、武功皆不能落下。